全世界的国家债务都飞涨，到底哪个国家会先爆炸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全世界啊，现在各个国家都不断的在举债。世界银行呢，还有包括了这个国际货币基金啊，他们都在不断的针对这个问题啊。高度关注。如果说全世界的政府大家的负债比例越来越高，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啊？当然呢，大概只有一个国家不用担心，那就是美国。因为它的美元很厉害，美元霸权，全世界共通货币，所以呢，它只要没钱还钱，不好意思啊，我就再多印一点钞票，或者是呢，我就让我的这个美元的一个货币的币值怎么样的波动，我就是安然度过。但是其他国家可不是如此，其他国家如果你的债务比例太高的话，你就当心了，你就完蛋了，你就万劫不复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应该是着重讨论在到底哪个国家，倒大霉了。好，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是国际货币基金他们最新的一个这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呢，就是警告，警告，警告，然后亮红灯，红灯，红灯 ，warning warning。好，到底发生什么事哈？他讲了，全世界、全球各个政府的公共债务啊，已经突破了100兆美元，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啊。那个00000多到我不知道几个。好，那再来呢，你就看到占 GDP， 所有国家的债务总比100兆美元，占所有人的 GDP， 这叫做这个债务占 GDP 的一个比率来到了93%。93是什么概念？超过了这个 COVID-19 那个时候呢是99，然后呢现在他们讲现在93，对不对？但是通常呢国际货币基金呢他们的这个预估通常都很保守，所以呢到最后公布的数字呢都会比这93要爆表很多。所以呢现在大家说啊，不得了，现在应该已经是100%了哈。好，那所以呢就超过了 COVID-19 那个时候的99%。好，那到底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呢？为什么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基金都不断的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很重要、很严重呢？因为它会排挤到政府它未来的一个运作。比如说，如果说一个国家它的一个财政状况是这样，它的一个举债呢不断的升高，然后它的负债比非常高，那最终呢，它的这个国债的利息收入呢会占很大一部分，很大一部分。你知道利息是一定要付的。如果说一个国家它在每年的一个预算当中它有一些是强制一定要付的钱。比如说哪些一定要付呢？好，利息你一定要付，这个你就是躲不了，对不对哈？好，那这些是强制收入。那这个包括了像是一些固定的收入，一定固定的支出一定要做。那哪些会被排挤呢？比如说基础建设、教育、社福还有研发预算，这些呢都可以被排挤。所以当你必要的支出呢太多了，占你整个预算太大部分的话，你这个国家怎么进步？你就没有研发动力，你基础建设没有办法更新，所以你国家没有办法进展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恶性循环。所以呢，国债这个负债比太高真的是问题很大的。好，于是乎呢，我们就要继续带您来看到了。好，那这个呢？多严重？现在呢，世界银行还直接讲，他说现在你去看，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26个穷国，他们呢，这更是不得了，他们的债务创2006年以来的新高。好，那你说有钱的国家像美国，它举债很高嘛？那你可以说，它体质好啊，它有办法过啊，所以它借很多钱啊。但很穷的国家呢，它借了钱，它还不出来，它违约，然后呢，它负债比例又这么高，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恶果呢？你就看到这些贫困的国家它越来越严重所以呢，你有钱的国家不断借钱没钱的国家也一直在借钱，那这个世界到底最终这些钱谁要还你就叫大问号。好，还有一个呢，现在面临到债务所这个非常伤脑筋、很困扰的国家是中国。那中国呢，最近也针对它的一个这个地方债的问题做了一个解方。大家还记得在前一段时间，中国的债务危机你看到西方的媒体哇，斗大的标题说中国要倒了中国要进入失落的这100年，很恐怖，就跟之前日本一样。然后呢，就说肇因于它的地方债地方债危机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等等等然后呢，时间你就看一个月过去了。
了哦。当然，中国现在的经济呢面临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下行的挑战，但是呢，中国最近它出台一些政策啊，你不得不说啊，这很有机会啊，把这个中国的经济从谷底可能是拉上来，或者是给它一个氧气筒。好，那为什么这样说？我们要带你看到，现在呢，中国它全力的要来解决这个地方上的债务问题。那最近拿出来的政策呢，这个政策要怎么样解决呢？它叫做以债化债。什么意思啊？地方上过去有很多隐形的债务，然后它现在呢要把这些隐形的债务呢让它显性。隐性变成显性，放到台面上来，然后我们来好好解决它。先把它放到台面上来，然后地方你不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还了吗？中央来帮你。中央怎么帮你呢？中央来发大规模的国债来帮你。好，那这些大规模的国债啊，有的是非常长期的哦，然后呢，有一些是用比较低利的债去换现在地方这些很高利的债啊，用低利债换高利债，用这样的方式舒缓地方上的一个困境。好，那你就要问啦，那中国政府有那么多钱吗？之前西方的媒体都说中国政府没有钱啊，所以要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你那个债自己还啊。那现在呢，中国政府就告诉你说，现在中国呢还有能力，还有空间去举债。那他举了一些数字的例子哦，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它的空间很大哦。他是这样说的哦，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这个西方的先进国家，他们都举债非常高嘛哦，所以才会有那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数字拉很高。那这个中国就讲没有，他说我们这个中国讲杠杆率，其实呢，在西方国家的认定就是那个负债占 GDP 的比例啊，一样的。好，那中国这个所谓的负债率有多高呢？好，我们来看他说啊，这个在非金融的企业部门大概是174%，然后呢，在居民部门，就是一般来讲家庭的负债呢，大概是63.5%。然后，好，我们来看这个就重要了，整体的中央政府的一个这个债务占 GDP 的一个比例是多少？24.6%。好，这个是中国公布的数字，说24.6%。但是呢，我去查了 IMF 啊，他说中国有多少？他说中国有69%。好，那虽然这中间有很多的 gap， 那就是很多西方国家会挑战中国说你的数字不透明啊，你公布的美化啊。但是无论是24%，亦或是 IMF 啊认定的69%，都远低于先进国家、西方国家。好，我们来告诉大家，西方国家是多少？美国是多少？美国呢，它的一个债务呢，占它 GDP 的体量呢是123%。然后呢，你看到了这个日本呢是228%，你都会觉得说天哪，你的这个负债比也太高了吧？你欠这么多钱啊！有句话叫做债多人不愁，我欠你100块啊，我这个赶快还你，我什么时候还你？我什么时候筹钱还你？但是我欠你1兆的时候，命一条啦，对不对？对面换你来求我，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哈，这债多不愁，对吧？哈，美国我们刚刚讲过了，它这个债再多也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控制我的美元，就还你啊。反正呢，我欠好多钱，我多印一点钞票，然后呢，你们这些被我这个拖累的，我的美元币值贬，然后拖累你们，关我屁事啊！反正我钱还了就好。那所以呢，你看到这些大国家就是有恃无恐，怎么样？我还不出钱，大不了我发动战争，大家都不要还了哈。好，所以这美国它有它的底气，不还钱了哈。当然不还钱不是好事情，小朋友不要学了哈。但是呢，你看这些大国家、先进国家，它有它的本事，所以它可以举债那么高。但是呢，中国不行，中国说我们不行啊，我们这个华人有诚信问题，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呢，用国家的一个力量来帮助地方解决他们的一个债务问题，那用增发国债的方式来解决地方上的债务问题。好，那除了中国有它的本事之外，当然中国还是有一定量体啊，还有它的底气可以解决债务问题。有些国家真的没办法解决，而且它可能真的万劫不复。我们来看几个在过去这些主权债、国债还不出来的一些国家，像是斯里兰卡、尚比亚，现在他们已经在国际的帮忙底下，他们已经快要脱离那个债务危机了。但是呢，它脱离了之后，你说它要赶快恢复它的国家体制，很难很难。为什么？因为它一旦主权违约之后，它的信评，它国家的国债的一个信评的等级会被往下调，往下调之后呢，它要再举债，
再举债，它的利率会变得非常高，因为你没有那么高的利率，没有人敢买你家的债，所以呢，它要用很高的利率来筹集它要运作它国家的资金，但是呢，这就是恶性循环，我就会再还不出来呀。我利率那么高，那好，我再还不出来之后，我的信评又往下调，我下一次要借钱，我要用更高的利率，那怎么搞啊？不行，这国家真的完蛋了哈。好，那有一些国家呢，现在是濒临那个边缘，好看是像巴基斯坦、像肯亚这两个国家呢，它是没有到违约，因为呢 IMF 出手帮他，世界银行帮他，好，那帮他呢，让他脱离那个困境，他现在在那个边缘上。悬崖边，好，但是呢，在悬崖边哦，你这个利率也不会好，因为你的信评也依旧是非常低，所以你说这些国家它未来要怎么样让它整个体制转换，真的很难，重新投胎好了，还是说你国家换个名字，我不要叫肯亚了，我叫这个歪亚，随便，那看会不会有好一点的状况。但这些国家呢，你一旦陷入了那个主权违约不违约的边缘，接下来真的万劫不复。好，那讲回来，现在还有一个国家，欧洲现在呢，欧债危机，大家还记得欧洲国家很恐怖啊，那个债务比高到爆表啊。那现在一个一个国家好像慢慢调整它，但是呢，现在欧洲国家又开始了，所以欧盟很紧张。欧盟说，你们都给我注意一点哈，大家赶快回去检查一下你的体质，不能给我欠那么多债啊。好，那现在被点名两个国家，一个是法国，一个是意大利。意大利你合理啊，以前也是欧洲国家嘛。法国法国不是欧洲当中这个也是大国家吗？法国的这个负债比也很高我们来看法国呢，它现在的负债比是111%，意大利呢是比139%。那意大利大家就说你怎么这样？你那个欧洲国家不是已经好多了，怎么又开始往上哦？意大利呢，他们换了一个新的总理嘛，那个美女总理，没有到美了，好，女总理梅洛尼。那梅洛尼是谁呢？还记不记得跟那个马斯克眉来眼去？他喜欢人家，喜欢马斯克那个。好，那不管他喜欢谁啦，他反正他的一个这个竞选的一个这个口号啊，他的竞选承诺是他要减税。好，那你减税，那你国家怎么运作？你举债，所以他的举债就越来越高啊。但是他竞选承诺啊，怎么办？我都答应我的选民了，我不能食言而肥啊，对不对？我要保持苗条，不然我怎么跟马斯克在一起啊？不是啊，这废话。好，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国家现在面临到的状况是，要么他要这个违背他的竞选承诺，不然他怎么解决他现在的一个负债比的问题？好，那法国有他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讲说法国问题才严重，为什么？因为法国呢现在处于政局非常动荡的一个状况，他们之前的一个国会议会的一个选举啊，选出了一个3分天下，哇，然后呢搞得他们总理难产，好不容易现在政府组起来了，但是有一点寸步难行，所以呢现在法国的问题在于它政局不稳定，然后呢过去啊，你看这个法国这个我们看到他的一个这个总理呢，还想要跑总统呢，还想跑到这个俄罗斯去，想要解决一下俄乌战争，想要觉得我这个法国很威啊，你看我讲话就搞定一场战争啊，然后也是铩羽而归啊，所以呢，现在法国又有财政问题，然后呢，你看看他在国际间呢，现在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好像也没搞到什么一个状况，中东的战争好像也没什么他讲话的余地，然后呢，你看自己的政局又这样子乱的，还有他的海外的属地还动乱，所以那个法国最近的声望很差于是呢，法国最近被信评机构给这个把他的一个这个评等啊，没有到降评啦，还是 AA-， 但是呢，把他的一个这个叫做这个展望啊，从本来的正向已经调到负向了哈，所以呢，这个从稳定调到负向哦，这真的蛮糟糕的。它现在呢 AA- 只是暂时维持，如果这个法国状况再不好的话，可能要被降评，降评就不得了。降评呢，未来这个法国它要筹资，它要发国债呢，它的利率就会被往上调，被往上调，它就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来经营它的国家。现在呢，法国跟这个德国过去他们的利差是有利差，因为德国还是大家觉得体质比较好的国家，过去的利差大约在0.5%左右，但是呢，短这2-3个月呢，已经拉大到0.8%。大家还是认为德国是一个体质好的国家，但法国呢，已经不是，所以利差开始拉大了。好，这对法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所以现在呢，普遍来看会觉得国债危机全世界都有，但是现在很可能是不是下一个要爆炸的就是法国呢？法国状况这么糟糕，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进展？会持续帮大家锁定哦。这是今天的这个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